各位朋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的就是人分不分阶级。我个人认为这个人阶级是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跨越的，但是这个阶层就不一定了有没有阶级咱们另说，但是人一定是有阶层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智力从遗传上来讲那就千差万别有的人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善于一日三省吾身，可以修正自己的行为来迎合这个世界的规律和趋势，对吧？有的人呢他就不具备这个智力水平，他就是天然的那种炮灰族。人类呢总有这么一批炮灰族，他永远是当那些骗子的养料。真的无论是搞传销的也好，还是那些这个政治骗子也好，甚至包括一些邪教，他总会找到他的受众就是我说的人类之中的那些炮灰族。那么前两天呢我这人呢有一特点是吧，那就是瞪谁谁怀孕，说谁谁进去，被我说过的网红无一幸免，全完蛋对吧？那你比如说什么护尘风了呀还有那个把那个裤裆里的毛长脸上的风哥了还有什么那个好多好多吧我说过的，你不信你去查一下去。不是说我乌鸦嘴，而是我看得远。像他们的那种做事的方式呢，那肯定是要这个自绝于这个社会的。比如说我点名了的吃瓜盟主，对吧？那个有人说了，好多吃瓜盟主的那些那个信徒们跑过来骂我说你就是满姨是吧？那个我们家盟主没被封。盟主现在是没被封那个粉丝也涨了一个100-200万了吧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他的直播呢，他的视频呢，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吃瓜盟主那绝对他的账号最近就会被清掉的，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种邪教。这个吃瓜盟主的确是个人才，他就是类似于那种大骗，你比如说郭文贵、李洪志之类的，他真能给自己的这些信徒们洗脑而且呢他就像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邪教的那些所谓的领袖一样那个确实是个人物。你比如说过去的那种什么一贯道白莲教他真的是有这种教主的潜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粉丝跟我说，浩哥你看看吃瓜盟主解读红楼梦吧。我一看把我的下巴差点都惊掉了，你知道吗吃瓜盟主的那个嘴下的红楼梦那简直是一个赛博邪修的世界呀！为啥呢？曹雪芹是黄汉，林黛玉是崇祯，宝玉是传国玉玺，你受得了吗？那位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进了疯人院了吗？不是，人家吃瓜盟主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的。《红楼梦》是清代的作品。呸！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这本书谁写的？群体性创作一定是群体性创作，它不是同一个人写的，而是很多人在一次一次的修整之中获得的最终成就。它不是单独哪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群体作品。但是一个小说，它作者叫什么不重要。尤其是当这部小说里面到处都在指桑骂槐的骂满清的时候，作者隐姓埋名，让你猜不到他叫什么才是对的。有清一代的文字狱的水平，这样一个满嘴都在骂满清的小说，
从头到尾都在骂，前80回也在翻来覆去的骂的这么一部小说，居然能够让你找到他的原作者，并且找到他的家庭，找到他的户口本，找到他的家庭住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家连一个带毛的都不会活下来。不是有人不太明白，说这不是这些什么考古学家们、文学家们不都已经定了吗？这个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瓜盟主，他为什么否认曹雪芹写的呢？因为吃瓜盟主说这部小说是个反清复明的小说，曹雪芹的家里边的祖上是江宁织造，他就是那个满族的权贵，所以说曹雪芹写的一定不可能反清复明，是吧？所以他必须得上来就否定那个《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说这是明朝的那些遗老遗少的官员集体创作的，更疯的还在后边呢，各位。《红楼梦》的作者是咱们开国学者严格论证过的，就是曹雪芹，其他的说法都是有目的的那肯定的呀，其他的说法的目的性很清楚，叫做正本清源论证了，严格论证了，必须得是曹雪芹。为什么要为满清翻案？都是有目的性，谁还没点目的性呢？说曹雪芹也是为了目的性，就是为了掩盖明清易代的这种悲惨的历史，为了为满清洗地。所以这玩意儿谁论证出来的？民国学者论证出来的有没有目的？当然有目的了，谁还没点目的呀？民国学者为了给满清洗地去缔造了一个曹家故事、曹家往事，把他直接定死了。你必须得承认曹家故事，必须得承认曹家小公子，不然的话你就不爱国。那现在认为说他一定不可能是曹家包衣写的文章，为了什么呢？为了正本清源，找出明清易代的白骨如山。谁还没点目的性啊？对，有目的。所以呢，这一套书也可以买这个是纸本的红楼，但是呢就是80回嘛。这个呢当然是只有80回的，然后一定要看序的话就是你对红楼80回之后的故事确实有兴趣的时候，那就得注意一下它的序本，你应该看哪一个。我个人的推荐，当你去了解后半段的故事的时候，看序书应该去看癸酉本。序书应该看癸酉本来，我给大家谈一下这个癸版红楼序书应该看癸酉本。但是呢，如果说你在阅读癸酉本的时候感觉到很痛苦，或者说你对文采有要求，那你可以不看，可以只看前80回就是你在这个上面，我把东西都打出来了，就他们家有是吧？好的，这个癸版红楼是你想要看后面的故事的时候，想要知道谜底的时候应该看的密码本儿。你要是单纯的说我想看一本文笔优美的小说，那就不要看了不要看了。看前80回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你确实好奇，你想要知道红楼的真相、红楼的秘密、红楼的那些谜语、红楼的那些不合逻辑的东西背后它要讲什么，那就需要看癸版红楼。这个书呢不好看，内容确实不好看，写的呢也非常的浮皮潦草，但是呢它里面的那些内容是合乎逻辑的，是和前面的这些草蛇灰线相呼应的，它是一个讲道理的书所以呢这一套书作为红楼的密码本儿，它很重要，可读可不读。当你在乎红楼的本质的时候，红楼的真相的时候，你就得读这本书。当你把它读完了，接了基本的秘密之后，你就会知道红楼绝无可能是江宁织造家里面的曹氏来书写的。至于说他在不断的这个修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姓曹的参与，这个可能性存在，但是这个姓曹的是谁？绝无可能是包衣家的奴婢。
这个其实啊，吃瓜盟主啊，他也是现学现卖。他说的这套赛博修仙的红楼，也是一个民间的所谓的精神病吧。就这本这也不能说吧，说反正是民间的一个民科或者是民间文学家写的啊。那主要是那个吃瓜盟主现学现卖，他卖了一些啥东西呢？这个你就不得不佩服他的洗脑能力了啊！他是真有邪教教主的那个可以说特质吧。他真能把他的粉丝都给洗魔怔了，你知道吧？《红楼梦》，林黛玉哭哭啼啼，17岁去世，崇祯皇帝在位17年。贾宝玉喜欢吃胭脂，因为贾宝玉是传国玉玺，玉玺需要印泥儿，印泥儿就是胭脂。满汉全席吃的是汉。那位说他们的这种精神病的呓语有人信吗？有啊，炮灰族啊，炮灰族信啊。是凌晨3点46分，根本睡不着，眼睛都哭肿了。看了吃瓜盟主关于《红楼梦》的解说，小时候不明白《红楼梦》为什么是4大名著，不明白为什么要反清复明，也不明白清朝怎么总是割地赔款，也不明白那个僵尸为什么都是清朝服饰。小时候以为满汉全席就是很多菜，也不明白为什么鲁迅、孙中山会在日本，不明白义和团、太平天国、文字狱、削发易服，不明白这么牛逼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到了清朝它就不行了呢？不明白明明火药、航海这么牛逼，那甲午战争它怎么就打败了呢？不明白为什么西方怎么就突然有了工业革命，不明白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有那么多文献，不明白《红楼梦》为什么要把诗词、歌赋、礼仪、建筑、礼节、服饰、瓷器、戏曲、丝绸、民妓等等全部写进书里，把12金钗各自代表的不同朝代的特点融到人物性格里。因为明末移民觉得要亡国了，怕后代忘记，华夏文明葬送于此，把这本书当作汉族文明的遗嘱来写。通灵宝玉上写的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今天全部都通了。最近呢，被吃瓜盟主解说的《红楼梦》整破防了。吃瓜盟主让我们看到了《红楼梦》根本不是一本爱情小说，而是老祖宗用命加密的明史。贾宝玉爱吃胭脂，玉玺离不开印泥，贾宝玉就是传国玉玺。看似书中在说2个女人争男人，实则是2个民族争江山。薛宝钗代表的清家在东北角，一直和黛玉抢宝玉。崇祯字德约，德约就是黛玉，所以黛玉就是崇祯。黛玉17而亡，崇祯在位17年。玉带临终挂指的就是崇祯上吊自缢。祠堂里的16把椅子，宝玉的16名丫鬟，暗指明朝16个皇帝。宝玉没有大名，只有小名，暗指大名没了。贾王薛氏4大家族的谐音就是家王薛氏，大明被灭的薛氏。而黛玉那流不尽的无穷尽的眼泪，哪是葬花，而是埋葬华夏儿女的葬花音。石头记呢是石头刻字，是华夏的墓碑，也暗指狮头记，记录了满清剃发杀人的惨暴。老祖宗拼命的把真相藏在小说里，就是怕我们忘了根。而今当我们重拾《红楼梦》，或许就会明白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1年365天，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真正含义。
我吃瓜盟主讲的那个《红楼梦》索引派与满清关联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前我也和很多人一样，就觉得《红楼梦》呢，它是一部讲儿女情长的小说。可是看了他那些切片解读，才明白《红楼梦》背后藏着的可能是我们华夏人的集体悲哀，是我们老祖宗冒着性命危险写下的加密明史。就说薛宝钗象征的是满清一家人赖着不走，然后还急于传国玉玺贾宝玉。黛玉葬花呢，更是细思极恐，2次葬花的日子，一次是崇祯皇帝忌日，一次是扬州10日开端。这哪里是葬花，分明是在葬一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伤痛。现在再听那个葬花吟，简直心都要碎了。虽然说不确定这些说法有多少真凭实据，但是那种将文本细节与历史暗线勾连的逻辑，确实让我对《红楼梦》有了全新的认知。跟我一样的，就是完全被那个《红楼梦》的新解读给惊的，完全睡不着觉。以前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只是磕贾宝玉和林黛玉的那个爱情虐恋，我现在才发现，他满书都是隐藏的这个密码呀，就是越扒头皮越发麻。啊、我天哪！你敢信贾宝玉根本不是什么贾府的公子哥，他是传国玉玺的。《红楼梦》这个事情到底啥事？你支了吧差的，你跟红颜梦呢，鸡毛崩啊！你来哪子？讲的啥事？咋的？《红楼梦》嘛？咋的？大汉的子民。咋的？为啥子怨哪一波？大汉现在我给你讲这，你啥都不懂，你还搁这个地方？不是，到底是为啥个？为啥我叫你？你这个我看了，我看你发的，我都哭一天了，你可知道？为啥哭呢？不知道，就心里就想哭，就难过。《红楼梦》谁写的？你可知道？ 《红楼梦》是曹雪芹，曹雪芹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是咱大汉的后裔。你都不知道是啥意思？俺就光看你气的跟啥，俺不知道你气啥子。大把姐，我给神经病。大把姐还讲你装。我就哭一天了，你都认为我跟神经病。他脑就比较爱光。俺不懂，俺不知道，你不讲清，俺能知道吗？ 他脑就是非常爱国的一个人，但是俺不知道你讲的啥意思。现在全中国人都觉醒了，你可知道？好，俺马上去看看咋回事。《红楼梦》是谁写的？曹雪芹，但是曹雪芹不是这个人，曹雪芹是一个组织，是汉人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可知道？他咋的呢？也是中国的呀。我知道中国，咱现在我跟你明朝的后裔，你可懂的，你可知道曹雪芹是啥个呢？ 华夏5000年，咱人人都是曹雪芹，我跟你讲，人人都是曹雪芹，可懂？啊，你人，我跟他讲的，你都认为我是神经病是吧？我可是神经病呢，只是你不懂。俺不是曹雪芹，人人都是曹雪芹，只要是大汉的子民都是曹雪芹。是好的，是好的，是坏的？咱是到底是好的是坏的？咱是大汉的子民，咋的呀？ 血脉已经觉醒了，我今个难过一天，直哭一天，可知道？我就看你气，又发抖音，又发朋友圈，俺不知道到底你发的啥意思。我现在就气，为啥我跟你讲，你还不知道是啥意思？我问问老天，可知道？老天，恁都可知道啥意思？啊、你他气的你了，气的爱国的很，真是的。你别看他闹剧，我跟你讲，就这一条个，必须给他点赞。咱是大汉子民，现在俺到底都不知道什么情况。《红楼梦》现在已经被解读出来了，可知道？ 你知道林黛玉为啥天天哭啊？所有知道她的，所有能读懂《红楼梦》的都会哭。大姐，你可知道？心啊，这是我，这是给你也不知道了。所有能读懂的。好，你去吧，去买你的面条去吧，俺马上看看怎么回事。去吧。抖音。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到法轮功，到郭文贵，得警惕呀，朋友们啊！吃瓜盟主确实是有当邪教教主的这种特质啊。那有人说，你怎么能够否认人家指出来的那些暗线呢？我否认不了啊。那个一个精神病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解答不了，明白吗？但是我只能给大家指出来，
吃瓜盟主的粉丝现在已经变异了，已经成为了一种邪教了，明白吗？各位，你们看看这些底层的这个精神病人的反应，你们不觉得可怕吗？那动不动有人跑到这儿来说，你吃瓜盟主那涨了好几百万人了，14亿人啊，里边有几百万个底层的精神病，稀奇吗？但是可怕的是，有一个人能把这些人聚集起来，那就太可怕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